顾爸母吃百里。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老年医学部的詹鼎正医师。其实运动的好处真的是说也说不完。这个东方常常说有长生不老药，西方的长生不老药唯一的就是运动。他们发现说真的有运动的比没有运动的，不管是成年人或老年人会健康许多。你看到的心血管也会变得比较健康，然后你什么胆固醇也会下降，血糖也会下降，肌肉也会变好，然后心脏的活力也会变好。所以大部分的指标只要你持续的运动，肌肉的力量等等都会越来越好。除此之外你会发现说如果老人家好好运动的话呢，它会减少跌倒的风险。更有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找不到什么药来预防失智症，目前只有说有运动的老人家比没有运动的老人家那认知功能会增加一些，所以它也有预防失智症的一些效果。那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运动完之后心情就会变得更好，睡眠也会变得更好。所以大致上来说，只要你运动的是得当，就说没有受到伤害的话，运动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老人家的运动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会建议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就有在做运动的人，以前喜欢做什么运动，现在就应该做什么运动。所以举例来说啦，如果有些人是一个马拉松健将，他可能是20岁30岁就跑马拉松，所以到了80岁应该只要体力还可以负荷就继续的跑马拉松。不要说因为我年纪变大了，那我就说我只能走路，就是把运动量反而是减少。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反而是有一堆人年轻的时候因为可能工作太繁忙，然后就没有空去运动，那这些人反而要叫做循序渐进。那我们会建议这样子的人最简单的运动其实就是快走。那什么叫做快走呢？就是走路比较快，基本上要掌握一个原则，我们常常讲说叫做有点喘又不会太喘。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可以跟旁边的人譬如说可能是你的太太先生一起走路，那两个人可以是聊天，可在聊天的过程中你们会觉得有一点喘，那在喘的过程中你就觉得没有办法说这个讲话非常的接续，可是呢又不会喘到说完全都不能聊天这样子的一个程度。那这就是心肺活动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那如果你的走路已经 OK 了，那当然你后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会希望说老人家可以做一整套的运动。什么叫一整套的运动呢？就是从一开始的暖身，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要做大关节的拉筋，然后呢心肺运动之后呢再做上一些平衡还有重量训练，最后再做缓和运动。那一般来说这样一整套的运动做下来可能就是要1小时甚至到90分钟左右。那如果每天这样持之以恒的练习，那它改善的部分不是只有心肺的功能，同时呢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变好啦，平衡感也会变好啦，所以老人家我们说的肌少症就会得到改善，然后也比较不容易跌倒。因为呢很多老人家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其实有蛮多的疾病，为什么要找复健科医师？其实就是希望他们帮忙开一个东西叫运动处方。那复健科医师在开处方之前，他们其实会针对身上所有的疾病做一些评估。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有个人已经中风过了，那当然他能做的运动跟一个完全没有中风的人他能做的运动就不太一样，所以他就会先帮你做一些评估，或是甚至有些人心脏功能不太好，那他能做的心肺的运动的量可能也是不太一样。所以呢经过了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开出来的运动处方，那就是比较能够符合我们老人家可以做的这个运动量。可是呢这样子的运动处方医师也是不会做的啦，因为医师只能开处方嘛，你比较需要的还是治疗师或者是所谓运动的老师，看着那个处方然后教导说怎么样来做合适的运动，这样子的话才会运动的很健康但是不会受伤。